Hello Hello， 屏幕前耳机里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欢迎来到本期的播客，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杨。今天咱们不聊复杂的大道理，不聊让人焦虑的热点，就想和大家坐下来，安安静静的唠唠一个最朴素也最珍贵的话题：怎么能让自己开心生活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明明日子没什么大的波澜，可就是提不起劲，总觉得心里闷闷的，好像开心被按下了暂停键。有时候忙完一阵，以为能松口气享受生活，结果空下来反而更迷茫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能让自己真正快乐。其实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阶段，后来慢慢摸索调整，才发现开心从来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状态，而是藏在日常的每一个小选择、小习惯里。今天就把我总结的一些小方法，还有听到的、看到的温暖案例分享给大家，希望能给正在寻找开心的你一点点启发。在聊具体方法之前，我想先和大家达成一个共识：开心不是没有烦恼，而是学会和烦恼共存。我们总以为等解决了所有问题，等拥有了足够的财富、稳定的工作、完美的关系，就能开心了。但现实是，人生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问题，就像四季会有风雨，天气会有阴晴，烦恼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不用强迫自己必须一直开心，允许自己有情绪低落的时候，接纳不完美的状态，反而能更从容地找到开心的节奏。这一点真的很重要，别因为自己偶尔不开心就否定自己的生活，情绪没有对错，接纳它才能慢慢消化它。好，那我们就从日常能立刻上手的小事开始，聊聊怎么给自己的生活注入开心的能量。第一个方法，也是我觉得最容易坚持的，给生活做减法，丢掉消耗自己的人和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，不是因为拥有的太少，而是因为背负的太多。比如手机里常年不联系的好友，却要因为人情世故勉强维系。朋友圈里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，忍不住反复对比，越看越焦虑。还有一些明明不想做的事，却因为不好意思拒绝，硬着头皮承担，最后耗尽了自己的精力。这些看不见的负担，就像压在心里的小石头，日积月累，慢慢就偷走了我们的开心。我之前就有这样的困扰，手机里有几百个好友，很多都是工作场合加的，平时几乎不说话，但每次清理的时候都觉得，万一以后用得上呢，就一直留着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刷朋友圈，看到有人发的动态充满了负面情绪，还有人频繁晒各种精致生活，我越看越觉得自己的日子平淡无味，甚至开始自我怀疑。后来我狠下心，做了一次彻底的断舍离，删掉不联系的好友，屏蔽那些让我焦虑的账号，拒绝了那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又不开心的邀约。当我做完这些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心里轻松了好多，好像卸下了千斤重担。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建议，不用一下子做到极致，可以慢慢尝试。比如每天花5分钟清理一下手机里的无用信息，每周复盘一次，想想这一周里哪些事让你觉得疲惫压抑，下次尽量避免。对于那些消耗你的人际关系，不用纠结，礼貌疏远就好。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，要把时间和心力留给那些真正能让我们感到温暖、舒适的人和事。就像整理房间一样，丢掉多余的杂物，阳光才能照进来；丢掉消耗的负担，开心才能住进来。聊完了减法，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方法，给生活加小确幸，捕捉日常里的温柔瞬间。开心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更多的时候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小美好，支撑着我们走过平凡的日子。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晚上睡前会在备忘录里写一件今天的小确幸，可能是早上醒来阳光刚好照在枕头上，可能是中午吃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，味道特别好，可能是下班路上看到了一场好看的晚霞，也可能是和朋友聊了几句贴心的话，心里暖暖的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还需要刻意去寻找，但慢慢坚持下来，就会发现生活里的小美好其实有很多，只是我们平时太匆忙，忽略了它们。有一次我心情特别差，因为工作上出了点小失误，一整天都提不起劲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逼着自己回忆今天的小确幸，突然想到下午的时候，同事给了我一颗糖，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味道。那一刻我瞬间就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难过了。你看，就是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能成为治愈我们情绪的良药。大家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，不用追求每天都有多么特别的事，哪怕只是今天喝到了一杯好喝的咖啡，今天走路的时候风很舒服，都可以记录下来。
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自己对生活的感知力会变得越来越强，也会越来越容易满足。除了记录小确幸，我们还可以主动创造小美好，比如给自己买一束花，装饰一下房间；比如周末的时候泡一杯茶，看一本喜欢的书；比如偶尔给自己放个假，去附近的公园散散步，晒晒太阳。这些小小的仪式感能让平淡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，也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接下来第3个方法，也是我认为最核心的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和自己和解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，根源在于对自己太苛刻，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优秀，拼命追求完美，结果反而陷入了自我内耗。我之前就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，做任何事都希望做到最好，如果有一点瑕疵，就会反复纠结自责。比如写一篇文案，明明已经很好了，但我还是会反复修改，直到 deadline 临近，反而变得焦虑不安。比如减肥，只要某天多吃了一点，就会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，甚至会放弃减肥计划。这种对自己的苛刻，让我一直活在紧绷的状态里，很少有真正放松开心的时候。后来我看到一句话，让我豁然开朗：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是真正的成熟。是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，都会犯错，这很正常。与其纠结于自己的不足，不如学会接纳自己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接受自己偶尔的偷懒，接受自己有时候会情绪低落。当我们不再和自己对抗，不再强迫自己成为完美的人，反而能活得更轻松、更自在。这里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当你因为自己的不完美而自责的时候，试着换一种语气和自己说话。比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这次没做好，下次努力就好，偶尔偷懒也没关系，好好休息一下才能更有精力前行。就像对待好朋友一样，温柔地包容自己，鼓励自己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和自己和解之后，开心也会变得越来越容易。第4个方法，保持适度的运动，让身体带动情绪变好。可能很多人觉得运动是为了减肥、保持身材，但其实运动对情绪的调节作用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。当我们运动的时候，身体会分泌多巴胺，这种物质能让我们感到愉悦、放松，有效缓解焦虑、抑郁等负面情绪。我之前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就会去跑步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可能跑几步就觉得累，心里也很烦躁，但慢慢跑下去，汗水流出来之后，就会觉得心里的压抑也跟着释放了。跑完步之后，吹着风，看着远处的风景，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。除了跑步，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，比如瑜伽、跳绳、游泳、散步等等，不用追求高强度，只要能让身体动起来就好。比如每天早上起床后拉伸10分钟，晚上下班回家在楼下散散步，周末的时候和朋友一起打打球、爬爬山。适度的运动不仅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，还能让我们的情绪更稳定，心态更积极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治愈自己的方式，让你能以更饱满的状态面对生活。最后一个方法，学会断联，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。现在我们的生活被手机、电脑、社交媒体包围着，每天都要接收大量的信息，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很少有机会能静下心来和自己相处。但独处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，它能让我们远离外界的喧嚣，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理清自己的思绪，从而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开心。我每周都会给自己留半天的独处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会关掉手机通知，不刷朋友圈，不看短视频，就一个人待着。有时候我会看看书，有时候会听听音乐，有时候会什么都不做，就坐在窗边发呆，想想自己的生活，梳理自己的情绪。这段独处的时间就像给心灵充电一样，让我能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出来，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，也能让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什么能让自己真正开心。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独处很无聊，甚至会感到孤独。但其实孤独和独处是两回事，独处是一种主动的选择，而孤独是一种被动的状态。当我们学会享受独处，就能在独处中找到力量，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强大。所以不妨试着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，远离外界的干扰，和自己好好相处，你会发现这也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。
聊到这里，本期的播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其实开心生活的方法还有很多，每个人的性格、生活状态不同，适合自己的方法也不一样。以上分享的这几个方法都是我自己亲身体验过，觉得有用的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慢慢尝试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。最后想对大家说一句话，生活没有标准答案，开心也没有固定的模式，不必羡慕别人的生活，也不必强迫自己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。慢慢来，用心感受每一个当下，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，珍惜身边的小美好，你就会发现开心其实很简单，它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里。希望本期播客能给你带来一点温暖和力量，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开心，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